女孩头一次去给富家少爷当保姆，本以为对方是个玩世不恭、每天挥霍无度的贵公子，可第一天去学校接男孩回家，就被他拉大提琴的样子给深深吸引。那宛若可以挑动心弦的旋律，让某种无关爱情的情愫在心中泛起涟漪。或许只是短暂的邂逅，但之后的影响就好似一张白纸被写满了故事。他们的第一次交谈开始于校门口，当艾莉诺表明保姆身份，准备接她上车回家时，男孩雷吉没有显得特别意外，还执意要走路回去。I have an arrangement with the guy, an understanding, a financial agreement. Now I aim to walk home. It's my thing. I do it every day, rain or shine. 相遇的开篇就这样潦草的结束了，艾莉诺只好无奈地跟在后面，踏过春风沐浴过的公园，穿行在波光点点的绿荫隧道。艾莉诺这才感受到不坐车的美妙之处。途中，她不断赞许雷吉刚刚演奏的音乐。当得知那首曲子是雷吉自己创作时，艾莉诺再一次投去欣赏的目光，认为他已经找好了未来前进的方向。但雷吉却否认了这些表象。Let's see. First off, the prospect of ending up a bitter and lonely drunk doesn't quite appeal to me. Okay. And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art, as a language, is dead. Doesn't matter what you have to say or how well you might be able to say it. 艾莉诺不敢相信眼前的孩子只有12岁，比她那个浑浑噩噩、没上过初中的男友高出不知道多少件事。她因为对方的纠缠丢失了上一份工作，在找到这份保姆工作后才与其分手。其实艾莉诺从来没有当过保姆的经验，但或许是命中注定的牵引，她当场就被雷吉的母亲录用，只是时间短暂，直到母亲出差回来为止。犹如宫殿般偌大的别墅一共有15个阳台，艾莉诺只有顺着音乐声才能摸寻找到雷吉的身影。打开门发现雷吉正在一个干涸的泳池内演奏。Is this where you practice? Best place in the house. Perfect acoustics. 除此之外，雷吉还说，只因为他不会游泳，所以泳池才从来没有放过水。晚饭会有专门的厨娘负责，而艾莉诺只需要看管雷吉好好吃饭即可。他想知道为什么厨娘不跟着一起吃，雷吉却告诉他，厨娘喜欢一个人边看电视边吃。Perhaps you're projecting your own personal mores and expectations onto her. 此话一出，彻底让艾莉诺无言以对，并且他后面渐渐得知，雷吉虽然12岁，但早已学完高中的所有课程，周围都不是和他一样的同龄人，孤独就像围绕着内心小岛的迷雾。这天大提琴的毕业演奏完美结束，两人一起去昂贵的餐厅吃起了冰淇淋庆祝。艾莉诺表示她可以抛开大提琴放松一下，而雷吉也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还认为今后都不会再碰大提琴。可艾莉诺的本意只是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并不是完全放弃学习大提琴，结果被雷吉掐断话题，然后像个大人一样反问起艾莉诺的家庭状况。但这个问题就像无数根荆棘，令悲惨身世的艾莉诺沉默不语。好在雷吉也没有继续追问。很快来到暑假，远在他国出差的母亲给雷吉报了夏令营，这个举动无疑又造成了他的不爽。艾莉诺不明白夏令营有什么不好，作为心理年龄更加成熟的雷吉，他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阐述了夏令营的无聊，接着告诉艾莉诺自己会摆平这件事，用1个月的零花钱将夏令营的负责人收买。在艾莉诺担惊受怕的情况下，雷吉问他饿了吗，随后带他来到一家顶级餐厅，可艾莉诺依旧没有心情静下心来品尝，因为他没有按照雇主的委托那样执行，而且不知道接下来的暑假该怎么度过。雷吉不相信在热闹的纽约找不到乐子，艾莉诺认为这对于12岁的孩子来说过于荒诞。 Yes, well, this is my life. Welcome to the weirdness. I'm just trying to navigate a course towards safety and sanity best way I know how. 艾莉诺很快就适应了雷吉的节奏，他们白天一起参观画展，晚上一起看科幻电影。艾莉诺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惬意的工作，但前男友的一通电话又打破了她宁静的生活。漆黑的道路上，艾莉诺再次看见那个男人，想知道为什么他还要纠缠不休，但对方急切渴望挽回这场爱情，甚至为他写了一首歌作为礼物。可艾莉诺不再相信他百般变化的套路。 I'm all messed up inside. I haven't been able to sleep. I haven't eaten. If you think that this cloying, whining, like desperate act is in any way attractive or appealing, you're wrong. So goodbye. Goodbye. Eleanor, come on. Please. Oh, so you're just gonna be like that now? So in other words, you're just gonna move on? Not in other words, in those exact words. 男友开始气急败坏，竟开口向艾莉诺索要赔偿，接踵而至的就是满口污秽的谩骂。艾莉诺不再理会这个疯子，推雷吉回到家里，直到身为退伍军人的司机走了过来，男友这才识趣的扭头离开。艾莉诺对今晚的事向雷吉表示了歉意，而雷吉依旧问他是否饥饿，自己会做烤冷面和豆腐咖喱。Sure. 趁着吃东西的时候，雷吉问她的男友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可以让司机去帮忙修理。但艾莉诺听完十分惭愧，表示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小孩操心。 Look, I just don't want you to worry about it. Or think about it. Okay? Okay, I won't worry about it.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Good. But I can't guarantee I won't think about it. It's what I do. I think about things. It's my nature.
雷吉曾经是个无人了解的孤独岛屿，但随着艾莉诺的出现，成为了第一个带给孤岛曙光的人，而他只不过是想保护对方在自己领域下的安全。在一次阳光明媚的公园散心中，他们在长椅上闲聊着关于亲人的话题。艾莉诺一直鼓励雷吉走出封闭的内心，但雷吉已经很难再融入同龄人的世界，并把自己的聪慧基因归结于神话一般的父亲。只不过他还是不愿再叙述更多。You hungry? 回到家后，厨娘今天的食材却有点不合胃口，艾莉诺就听从雷吉的建议，然后和他一起跃进了纽约的地铁。再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中餐厅吃着从没见过的美食。艾莉诺问他为什么不需要司机还要继续雇佣，雷吉没有明说，只是提了一嘴司机有个瘫痪的女儿需要前来照顾。某天艾莉诺的手机又再次响起，但这次不是男友打来的，而是关于老家父亲病重的消息。她立即装好衣服准备回家看看父亲。雷吉知道消息后，就提议陪他一起回去，等司机把他们送到车站，然后又坐了一段长途客车，终于在天黑之际来到了艾莉诺家里。但雷吉没想到这个家庭的情况这么糟糕。早年艾莉诺的父亲去当兵后，母亲就和他的叔叔好上了，等父亲回来发现后，就和母亲离了婚。哥哥跑去阿富汗，妹妹在酒吧陪酒，反正这个家里没有一天是安心的。雷吉只好带艾莉诺去酒店过夜。在灯光熄灭之后，艾莉诺说自己曾经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平时最喜欢演奏科尔内管。雷吉一下来了兴趣，将灯打开，原来艾莉诺的音乐天赋同样出众，但由于这种穷困家庭的缘故，导致自己最终没能把握住梦想，还卖掉了真爱的科尔内管。雷吉察觉到艾莉诺稍有伤感，于是关灯说了一句晚安。这时艾莉诺问他创作的曲子叫什么名字。 Like Sunday, like rain. So beautiful. I'll write a part for Cornet. 第二天，艾莉诺去医院探望父亲，但却没有盼到父亲醒来。她最终一个人任由眼泪浸湿眼角，然后回到家里和母亲大吵一架，并摔门离去，说自己再也不会回来。等雷吉问她真的不会再回去了吗？思绪平复的艾莉诺沉思许久，表示可能还会回去，因为不管怎样，她还是放不下父亲和妹妹。雷吉希望艾莉诺重新找回音乐的梦想，他答应了这个期望，但也有一个要求，就是雷吉也不能放弃继续练习大提琴。两人就这样许下了约定。回到家里，已经日落西山，黄昏落幕时的温暖色调总是让人舒坦，同时它也寓意着别离。两人卸下烦恼，躺在树叶交织的草坪上，仿佛此时此刻他们复杂的内心。母亲出差即将归来，艾莉诺也决定去投靠爱达荷州的朋友。 So will I ever see you again? If you want to. We could send letters and stuff. Keep in touch. Something tells me a year from now you won't remember my name. That's not true. 这是一场无关爱情的忘年之交，两个孤独的音乐灵魂在茫茫人海中觅得了彼此的知己。吃过晚饭后，他们就要正式分别了。曾经那个孤傲自信的小男孩，突然也显得脆弱起来。他还是不舍艾莉诺的离去。 It's hard to believe it's only been a couple of months. I feel like I've known you. 此刻，一种跨越年龄的友谊，以及像极了爱情却又绝对无法定义为爱情的东西，让这个故事在光影中画上了句点。他用一个吻别轻轻点缀男孩的嘴角。有的人相处一生却从未相互了解，但有的人在相遇的一瞬就已经洞穿彼此。在你生命中，是否也曾有人悄悄闯入，惊艳了岁月的时光，直到匆匆离开，直到再无交集，但留给你的回忆却影响深远。等秋风给草地换了一副装束，艾莉诺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快递，打开一看，发现是个精美的皮箱。与此同时，雷吉拿出了他的大提琴，再次来到泳池坐下，演奏起那首自创的曲子《如晴天似雨天》。艾莉诺从皮箱里看到一支科尔内管，里面还有一张乐谱。他拿起科尔内管往屋外走去，雷吉也如同天使般拉动琴弦，一场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合奏就此响起。每个人都很孤独，我们人生中遇到爱和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如果有一个人能帮你找回生活中的热情和梦想，他一定是值得珍惜一辈子的人。似晴天般温暖，似雨天般忧伤，平静如流水，却沁人到心田。